你其实是个信徒。每当你走进高档商场，看着那些在射灯下闪闪发光的奢侈品或者精致护肤品，心里涌起一股不买就亏的冲动时，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虔诚的朝圣。100多年前，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给这种现代通病起了个名字，叫商品拜物教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人类亲手制造了商品，最后却像原始人崇拜石雕一样，跪倒在商品面前，觉得它自带某种改变命运的魔力。公元1800年，如果你带着现代人的思维穿越回去，指望过上浪漫的生活，现实大概率会让你当场崩溃。那时的地球还是一个巨型的农业社会，即使在当时最富裕的国家，农民也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。那是一个万事不求人，全靠自己硬扛的时代。那时候没有江浙沪包邮，更没有全球化市场。你想吃粮食，得自己下地种；想盖房子，自己挖泥烧砖；想穿衣服，自己纺线缝制。村子里虽然也有木匠和铁匠，但这种分工只局限在极小的范围里。大家的生产率都很低，家里几乎没有余粮，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大规模的商业活动。当时的马路和现在的沥青路完全是两码事。晴天时，马车走在干燥的道路上会扬起漫天灰尘，能把人活活呛死。车轮在深坑里颠簸，稍微不注意车轴就会折断。驾驶员开马车要开得跟老太太散步一样慢。到了雨季，道路就直接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泥潭，行人和马车经常陷在里面动弹不得。在那个年代，普通人一辈子买卖东西的范围基本不会超过步行1天的距离。哪怕你只是想从远一点的地方弄点盐或者制造铁器的矿石，都得跟大自然玩命，因为距离太远，运输太慢，笨重的材料根本运不出来。整个世界被切成了无数个彼此孤立的碎块，而砸碎这个孤立世界的是19世纪拉响的一声汽笛。以前出门运货只能靠畜力，马累了要歇，路烂了要等。但当蒸汽机车横空出世后，它不借助于人和动物的体力，而是将燃料直接转换成机械能。速度快了，不仅是人能出门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在远方部署自己的商业版图了。伴随着火车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，还有用于远距离通信的电报。一班接一班满载货物的列车按照时刻表精准发出，在生产中心和分销点之间疯狂运行。距离不再是障碍，地图上那些遥远的地方变得触手可及。正如卡尔马克思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中所描述的那样，资本必须努力战胜空间的考验，才能让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建立市场。它必须破坏时间和距离的关系，用最快的办法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。在现代市场基础设施刚刚建立的19世纪，用铁轨和时刻表武装起来的人类，直接用工业化的步伐把大自然的限制击垮。商品流通的物质大门被彻底推开，强大的基础设施为全球化生产疯狂供血。当人们不再依赖自给自足，当全人类开始共同陷入一场物质狂欢时，人与物品之间原本温情的关系也迎来了彻底的异化。人类学家劳伦斯·威利在著作中记录了法国东南部一个叫贝拉纳的村庄的故事。在1801年，村里1000多号人过着几乎完全封闭的生活，地里种什么就吃什么。这种生活的容错率很低，一旦遇到植物遭虫害或者发生霜冻，全村人就得面临饥荒的威胁。可到了1851年，由于公路的通畅，这个村子彻底大变样了。村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自给自足的模式，他们发现自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专一的领域。大家开始大量种植能卖大钱的茜草，养蚕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。与此同时，法国的朗格多克地区也开始大量投入葡萄酒生产。大家不再为自己而生产，而是为世界而生产。人们拿着挣到的钱去市场上采购自家所需的物品。就在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让所有人感到财富增长的快乐时，一种隐秘的异化却像幽灵一样蔓延开来。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越是依赖这个精密的商业网络，对自己日常接触到的物品和食物就越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和恐惧。这种陌生感正是商品拜物教的心理起点。在公元1800年的时候，猪是法国村民常养的家畜，就在院子里散养。到了冬季杀猪的那天，全家人甚至邻居都会去屠夫那里帮忙，大家一起看着整个流程。长辈们会借此传授给孩子们如何繁育、宰杀与加工。你吃下这根香肠时，你不仅了解背后的一系列工序，你甚至认识那头猪本身，它是有主人的，它的背后是一串具体的邻里人情。而在今天的商品化社会里，消费者接触到的是用盒子和薄膜精致包装着的香肠，它们由冷藏车从遥远的布列塔尼运来，静静地躺在超市的冷冻柜里。在这个流水线的运作中，肉被包装好以后就变得抽象起来。对于当代消费者来说，里脊、排骨这些名称只是不同的产品类别，大家既不知道也不在乎它们在猪身上到底长在哪里。这就正如卡尔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所写的经典论断：根据小麦的味道，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；同样，根据劳动过程，我们也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，是在高强度劳作中完成的，还是在资本家严酷的目光下完成的。当商品被摆上商店货架供人们挑选时，纯粹且愉悦。工业流水线最大的功劳就是替你隐瞒并过滤掉了所有劳动的汗水、血水与泥泞，它切断了你和生产者之间的所有联系。在19世纪末期，当密封的罐头、袋装的饼干第一次被摆上面前时，当时的消费者心里其实充满了怀疑。
在以前的杂货铺里，食品都是敞开摆放的，是好是坏，顾客能用手摸，用鼻子闻。但现在面对被包装的严严实实的工业食品，大家看不见也摸不着。如果打开一罐调味品，发现里面坏了，你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，因为手中的产品经过了太多记不清名字的中间商。为了打破这种匿名的恐惧，大型食品制造公司在历史的转折点掏出了他们的终极武器——品牌。品牌的首要功能就是给消费者提供安全感，让冷酷的机器产物看起来像是来自某个有温度的家庭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场微妙的飞跃。人们从以前挑东西时的以尝为主，变成了后来的以试为主。你不再需要每次都反复掂量产品本身好不好，你只需要选择那个让你信任的品牌标志，就等于购买了品质的保证。从1880年到1920年的40年间，品牌作为一种媒介，彻底重塑了整个现代市场体系。无数至今耳熟能详的世界巨头正是在这个黄金时代诞生，比如金宝汤、柯达、可口可乐、吉列、桂格燕麦以及家乐氏。美国在1917年的一项研究中，受访的300人都能随口说出至少一个肥皂或手表的品牌。到了1920年，超过3%的美国消费者在购买红豆时会直接选择指定品牌，而到了1923年，超过95%的消费者已经对汽车、口香糖的主要品牌如数家珍。但如果品牌的功能仅仅是防伪和建立信任，那它还称不上是现代社会的图腾。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学会了利用消费者的想象力去玩一场无中生有的符号游戏。社会学家唐斯莱特在《消费文化与现代性》中深刻揭示了这一层逻辑。品牌通过符号工程，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价值生硬地注入到了产品中。在广告的包装下，一辆跑车不再是钢铁和橡胶的组合，而是阳刚、刺激和地位的载体。最关键的是，品牌给大众提供了一种走捷径的幻觉。你不需要在现实中付出任何自我提升的努力，你只需要通过抽象的购买和占有这个符号，就能瞬间觉得自己拥有了这些高贵的特质。在这种符号的魔力面前，人类作为生产者的实践知识开始急剧减少。正如美国批判家豪格所指出的，大企业通过品牌垄断了最基本的化学和技术知识，商品的符号和它宣称拥有的价值开始与它的实际内容物完全无关。你买一瓶洗洁精，并不深究它其实只是白醋和小苏打的混合物，你买的只是媒体上赞誉的强大清洁类符号。这种符号工程玩到最高境界，就演变成了资本在舆论场上的左右互搏术。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广为人知的2个香氛品牌零式和多芬。零式的品牌文化充满了大男子主义色彩，它的广告公开宣称用了这款产品就能带来放纵的艳遇，而多芬则高举女性主义的大旗，宣称要尊重所有的不完美，反对身材焦虑。2个品牌的消费者在观念上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，但翻开底牌你会发现，这2个思想完全对立的品牌竟然同时属于同一家母公司联合利华。大公司用着非常相似的化学工艺生产出相似的肥皂水，却通过设计截然相反的品牌符号，同时覆盖了2个对抗的细分市场。当多种文化在社会上激烈交锋的时候，资本同时为交战的双方提供武装，从而战无不胜。面对如今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各种广告口号、各种观念的摄入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活在一场由资本精心编织的全息投影里。资本最喜欢的不是风平浪静，而是舆论场上的观念世界大战。每当某种观念的大战，资本总是最先抵达战场的那一个，而且它从不空手而来。它带着2条生产线、2套广告文案和2个定价体系。他不在乎哪一方获胜，他在乎的是短暂的冲突只能带来一次性收益。只有让双方陷入长期的拉锯战，才能源源不断的出售商品。资本最怕的不是你选边站，而是你突然不站队了。因为你无论换哪一个阵营，但你的注意力、你的情绪、你的钱依然在他的棋盘上流动。而沉默的旁观者才是对资本最大的羞辱，因为你不需要用任何商品来证明你是谁。